嗨，你好吗？欢迎来到值得去。寒冷的冬天，我坐在壁炉前，享受着火焰带来的温暖。夜深了，一切都安静下来，只有木头燃烧的噼啪声。今晚不仅仅是为了取暖，还要为我的微生物们准备一个家。我在制作草木灰和生物炭。当微生物进入到土中，它们喜欢找地方躲起来繁衍生息，尤其是遇到下雨或者在你浇水的时候，它们喜欢在木炭的裂缝和孔隙中躲猫猫，以免自己被水冲走而提前结束生命。我积攒了很多生物炭，我要用它们来制作堆肥。我们都听过堆肥这个词，它是由树叶、厨余堆积而成的，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土。大自然昼夜不息的工作，降解的过程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完成。然而我所做的只用了18天的时间，就完成了整个降解。它们松软而富含氮肥，闻起来就像雨后的青草地，为春耕做好了准备。在我开始建设有机菜园的时候，我做了很多研究，其中包括日本比加兆夫博士1982年的研究成果 EM 菌。这个活性微生物降解技术在日本已经被实践了很多年。把发酵的淘米水混合牛奶，盖上盖子等待乳清分离，然后用黑糖扩培乳清中的微生物。经过几个星期的发酵，这里就充满了各种厌氧菌。这些微生物可以迅速分解厨余。所以如果把博卡西混在堆肥土里面，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富含活力微生物的堆肥土。这些土非常的肥沃，我不会把它们用来直接种菜，因为可能会烧根。我会把它们以1:1的比例呢跟原土混合。看这些菜，它们非常喜欢这种微生物堆肥土。制作微生物堆肥土，我们需要准备绿色材料和棕色材料，外加一些黑色和白色。绿色材料提供氮元素，开黄花的青菜还是属于绿色。棕色材料提供碳元素，落叶、稻草都是棕色。黑色的是木炭，白色是 EM 菌，我们的微生物。我用黑糖发酵，因为它是未精炼的糖，微生物的食物来源。我们从绿色材料开始，氮元素来自于绿色材料。你可以收集冲上岸的海草，清理鸡窝时留下的鸡粪，拔掉已经开花打籽的青菜，让它们进入到下一个循环，回到土中。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只要看上去是绿的，它们就是绿色材料。厨余也是绿色材料。南瓜皮虽然看上去是黄的，但作为厨余也算绿色。鸡蛋壳也可以用来堆肥，记得捏碎，或者与木头一起烧成草木灰。我也经常在菜园里使用草木灰。然后我们开始寻找棕色材料，我们需要很多落叶、木屑、稻草或者咖啡渣，这些提供碳元素，我们需要很多很多，是绿色材料的2倍。绿色材料为土壤提供氮元素，而棕色材料吸收这些氮，不至于让它们每次下雨的时候就被冲走。不要把割下的草扔进垃圾桶，让它们晒晒太阳，阳光会把它们从绿色变成棕色材料。接着我们去找白色，这些白色菌丝来自博卡西堆肥桶，含有数不清的 EM 菌，加速分解棕色与绿色材料。有了微生物的助力，堆肥土就变得活力四射，植物疯狂生长，它们吸收了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酶和氨基酸。在后院找一个角落，将不同颜色的材料一层一层地铺开。把 EM 菌原液和黑糖1:1混合，兑水，淋湿每一个角落，
搅拌均匀，盖上塑料膜，然后每隔1天翻一下。18天之后，来看一下这些堆肥，芳香的泥土味，松软而富有养分，各种小生物串起了土壤食物链，生机勃勃。它们喂养了我院子里的蔬菜和水果。看着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听着小鸟的歌声，把双手插进土里，感受它的能量，让人不禁陶醉在这小小的世外桃源中，心无烦恼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希望这个视频带给你一些启发。下次见喽。